如今呢，美国社会正在陷入一轮新的不理智的浪潮。米尔斯海默就算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坚定的反华派，他多年来与中国的学术交流、讲学、任职都会变成他的罪障。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宝敏。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中国顶尖高校外聘的美国教授却极力主张武力协防台湾，这个值得深思。12月16号，美国媒体组织了一场关于中国政策的学术辩论，一方呢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米尔斯海默，另一方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教授康灿雄。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必须坚决遏制和打击中国，武力协防台湾。康灿雄则认为不应当如此，中美应当更加重视对话与合作，美国不应该为了台湾和中国打仗。美国国内支持武力协防台湾的学者是不计其数，不值得奇怪。但让人震惊的是，这位米尔斯海默教授并不是对中国一无所知，他与我们中国国内的顶级高校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早在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就聘任米尔斯海默为荣誉教授，2016年还续聘，2019年济南大学聘任米尔斯海默为名誉教授，武汉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还邀请米尔斯海默前去讲学。这样一位多次来华交流的中国通，却极力主张武力阻止中国统一，这值得我们深思。我们来看看米尔斯海默的背景。此人1970年毕业于西点军校，1975年至1980年在康奈尔大学接受了政治学研究生的教育，1980年获得博士学位。1970年代正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风云激荡的时刻。美国在越南战争当中是深陷泥潭，虽然动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投入了大量的兵力，依然无法消灭越南游击队。米尔斯海默的军校生涯就是在这个时期度过的，可想而知他对社会主义阵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但是米尔斯海默在中国高校讲学的时候摆出来的却是另外一种立场。2019年，米尔斯海默教授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的国政大讲堂，做了题为大妄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对美国的霸权主义立场是大加批驳，称之为自由主义霸权。他还承认自由主义无法战胜民族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巨大挑战。特朗普当选、中国崛起和俄罗斯回归的现实原因，则导致了自由主义霸权的终结。在暨南大学天下论坛做客的时候，他也承认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带有自我毁灭的因素，加上中国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所以失败了。然而米尔斯海默回到美国之后，立场与态度大反转。这位国际政治学界的顶尖学者如此表现，是左右逢源呢，还是原形毕露呢？米尔斯海默在辩论中表示，中国想成为区域霸权，而作为当今世界唯一霸权的美国，不能容忍有第二个霸权，只能与中国展开激烈的竞争，遏制中国是唯一的选项。我们不知道他在中国的北京、武汉或广州这些地方都接触了什么人，交流了什么思想，但是我们相信中国的领导层也好，还是主流的学术界，都是不倾向于搞什么区域霸权的。在所有的场合，中国学者们都是在讨论和平崛起和避免冲突。米尔斯海默来华多次，绝不可能对此毫无知觉。这个米尔斯海默还提出，为了维护美国的盟友的利益，把中国海空军封锁在第一岛链之内，必须武力协防台湾，并且要在东海和南海同时采取军事行动。这基本上就是一种狂热的言辞了，和那些从来没有到中国来过的那些盲目的反华分子是一模一样的了。那么一位顶级学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根据信息检索，我们发现米尔斯海默教授最后一次在中国参加学术活动是在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以后，米尔斯海默虽然还与国内有学术交流，接受过观察者网、环球时报这些媒体的采访，但都是通过在线的形式。而众所周知新冠爆发这2年来，中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霸权的衰落已经是越来越明显，而中国的崛起的态势也是势不可挡。米尔斯海默现在需要担心的已经不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失败了，而是美国作为一个政体的失败，所以他才会转向如此激烈、如此极端的反华立场。他在11月发表的文章题目是不可避免的对抗美国、中国与大国政治悲剧，甚至认为把中国接纳到世界贸易组织当中是一个错误。很显然，作为一个长期对华交流的学者，他不仅仅把中国的崛起当成美国政策的失败，甚至也当成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失败。米尔斯海默怎么转变立场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如今
要为他捏一把汗。上个世纪50年代，当美国在朝鲜战争当中失败，麦卡锡主义开始流行，大批和中国、苏联有所联系的学者、官员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其实这些人呢，往往都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为美国奔走的，仅仅是因为他们和中苏有所接触是读了点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著作，就被麦卡锡主义者戴上了间谍的帽子，剥夺职位。如今呢，美国社会正在陷入一轮新的不理智的浪潮。米尔斯海默就算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坚定的反华派，他多年来与中国的学术交流、讲学、任职都会变成他的罪状。所以米尔斯海默教授，你还是好自为之吧。